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秦始皇真正隐藏的秘密。昆仑山下发现12米巨物遗骸，远古结构仍在运作。公元前217年，秦军在昆仑山脚下挖出了一具长达3米以上的类人形骨骼，但这具骨骼的密度比钢铁更高，比例完全违反人类解剖结构。2000年后，科学家在罗布泊地下420米再次发现相同符号的巨型结构。更恐怖的是，结构仍传出规律的脉冲信号，像一颗沉睡的心脏。问题是，这个远古结构的里面到底关着什么？公元前217年秋，秦帝国的西北边境已经逼近昆仑山脉的阴影，那是一片地图上被刻意模糊的区域。秦军的斥候称那里为无日之谷，因为太阳在某些时辰会消失在天空中央，就像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吞噬。当时的监工官名叫蒙拓，他是蒙恬的远族旁支，被派往西域监督修筑一段从临洮延伸至河西走廊的军用道路。修这条道路的目的不是为了商旅，而是为了运输一种从地下挖掘出的巨大骨骼。那些骨骼长达7尺至1丈不等，形状与人类极为相似，但比例却完全错误。骨的直径接近成年男子的腰围，指骨的长度如同一把短剑。蒙拓第一次见到这些骨骼是在一处被称为黑沙献血的地方，那里的地面覆盖着一层黑色细沙，踩上去时会发出微弱的颤动，就像地下仍有某种东西在缓慢呼吸。工人们用青铜铲挖开沙层时，露出了一块弧形的白色结构。起初所有人都以为那是一块岩石，但当它完全暴露在阳光下时，蒙拓看见那是一段完整的肋骨，其弧度足以围绕3名成年男子而不相触碰。更令人不安的是，骨骼的表面并非纯白，而是带有某种淡淡的金属光泽，像被火焰反复淬炼过的铁。当夜，营地的老工匠韩衍告诉蒙拓一个故事。他说，在更早的周朝时期，这片土地曾被称为长人之国。《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有长人焉，长10丈，立于西极之野，视日月如丸。韩衍说，那不是夸张，而是记录。那些巨人曾经与人类共存，他们居住在山的内部，而不是山的表面。他们的骨骼比岩石更坚硬，血液比铜更重。他们不是神，但也不是人。蒙拓没有回应，他只是看着火堆，因为他知道韩衍并不是唯一说过这些话的人。在咸阳的宫廷中，曾有一名方士向秦始皇进言，说西方的山中埋藏着天之器皿，他们的骨可以铸剑，他们的血可以炼丹，而他们的灭绝是人类得以统治大地的原因。3日后，挖掘继续深入，工人们发现了一具几乎完整的头骨，它的高度接近一名站立男子的胸口，眼眶深陷如同2口井，牙齿排列整齐但异常宽大，每一颗都像打磨过的玉石。当风穿过空洞的炉腔时，会发出低沉的呜鸣声，就像某种远古的语言仍残留其中。就在这时，一名年轻的工人突然跪倒在地，他的手指颤抖地指向头骨的内侧。蒙拓走近一看，发现内壁刻着某种符号，那不是甲骨文，也不是篆书，而是一种由直线与圆弧组成的图形，它们排列成规律的序列，像星辰的轨迹。这些符号后来被秘密运往咸阳，由宫廷的书吏临摹并封存，但没有任何人能够解读。多年后，在汉武帝时期，一位名叫司马迁的史官曾在未公开的竹简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余见西域之骨，非兽非人，疑为先民。但这段记录并未出现在《史记》的正式版本中，而是在他死后被单独封存于太史令的密室。时间跨越2000年，直到1957年，一支地质勘探队在青海可可西里的一处冻土层中再次发现类似的骨骼。领队周燕于1930年出生在江苏的一座矿业小镇，祖父曾是晚清金石学家，这让他从小对文字与岩石的结合有种病态的敏感。父亲是基层地质勘探员，母亲是中学地理教师。受家庭熏陶，他儿时最爱的玩具便是父亲从野外带回的各类矿石标本，自幼便对岩层下的秘密产生浓厚兴趣。他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地质学院，专门研究第4纪沉积。在校期间便展现出过人的学术天赋，一心钻研古环境演变的微观奥秘。毕业后毅然投身荒野考察，常年穿梭于极端地貌之间。他在日记中写道，骨骼长3.2米，保存完整，骨密度异常高，普通钢锯无法切割。更奇怪的是，在骨骼周围的沉积层中没有任何大型动物的化石，
就像这具巨大的身体是孤立存在的，不属于任何已知的生态系统。周燕将样本送往北京分析，结果显示骨骼的矿物成分与现代人类相似，但晶体排列更加紧密，就像经历过极端压力的重组。报告最终被标记为异常样本，并未公开。周燕后来在一次私人聚会中对同事说，她怀疑这些骨骼并非自然灭绝，而是被刻意消除，因为在同一地层中，她发现了大量高温熔融的岩石，温度至少达到1500度以上，这种温度不可能有自然火灾产生。更令人不安的是，她在骨骼的颈椎处发现了一道整齐的断裂面，那不是自然断裂，而像是被某种极其锋利的工具切开。与此同时，在新疆罗布泊的一处地下设施中，一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门，其高度超过12米，门框上刻着与秦代头骨内相同的符号。石门并未完全打开，但在门缝中检测到异常的磁场波动，频率稳定且持续，就像门的另一侧仍有某种装置在运作。有人提出一个假说，巨人并非原始生物，而是一种更早的文明。他们的身体是为了承受更强的重力与压力而进化，他们居住在地壳深处，只有少数会出现在地表。而人类的崛起意味着两个物种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山海经》中提到，刑天与地真神，地断其手，葬于长阳之山。有人认为那并非神话，而是一场战争的记录。巨人族的首领被斩首，其身体被埋葬，而他的族人被迫退入地下，最终灭绝。但也有人相信，他们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2003年，青海的一名牧民报告说，他在夜晚看见远处的山脊上有一个巨大的影子，其高度远超任何已知动物。那个影子停留了数分钟，然后消失在山体之中，没有留下脚印，没有留下声音，只有风穿过岩石时的低语。多年后，一位研究基因的科学家在分析某些人类 DNA 时，发现了一段无法解释的序列，它不属于任何已知的古人类，也不属于任何动物。那段序列被标记为来源不明。他在私人笔记中写道，我们可能并不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继承者，我们只是最后留下来的那一只。而在昆仑山深处，仍有一些地区被列为禁区，地图上没有标记，卫星影像被刻意模糊。有人说，在那些地方的地下，仍埋藏着巨大的骨骼与尚未开启的石门，等待某一天再次被发现，或者再次被遗忘。那道隐藏在罗布泊地下的石门，在2009年的一次秘密扩建工程中被意外触动。当时的钻探机在深入地表下方420米处撞击到了某种极高硬度的合金结构，发出的刺耳摩擦声让方圆10里内的监测仪器全部爆表。负责现场勘验的首席工程师林远森正是当年周燕的学生，他在斑驳的岩层中看见了那些与秦代头骨内壁如出一辙的几何符号，它们在强光手电筒的照射下竟然渗透出一种幽微的深紫色荧光。林远森在封闭的实验室记录中写道，这些符号并非雕刻，更像是某种高度集成的微型电路。当他尝试用高频超声波扫描石门表面时，门后传回了频率极为规律的脉冲信号，每隔14秒跳动一次，宛如一颗沉睡了万年的巨大心脏仍在缓慢搏动。与此同时，在咸阳市郊的一处秦代遗址坑中，考古学家挖掘出了一尊高度达5米的青铜铸像，其比例与常人迥异，双臂垂膝，耳垂厚大。最令人震惊的是，其胸口嵌有一块已经氧化成黑色的陨铁，其放射性同位素。检测显示，这块金属的冷却时间远早于地球大气层的形成。这尊铸像被秘密运往位于成都的某研究所，研究员在那块陨铁的夹缝中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生物组织切片，虽已完全矿化，但在电子显微镜下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双螺旋结构，其中包含了12对额外的碱基对。这项发现直接印证了韩衍当初在火堆旁的谶言，巨人族并非演化的偶然，而是一场跨越星际的生物实验遗产。随着2012年前后的全球气候异常，昆仑山脉的永久冻土层进一步融化，在海拔6000公里的鬼门关冰川下，一具保持着奔跑姿势的巨人遗骸破冰而出。这具遗骸体长达12.4米，右手紧握着一根由纯度极高的金龟制成的长矛。当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考察队抵达现场时，他们发现这具巨人的皮肤并未腐烂，而是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胶质感，透过皮肤可以看见其骨骼内部流动着某种淡蓝色的液态金属，替代了骨髓。
林远森被紧急召往现场，他注意到巨人的头部有一个直径3公分的圆孔，边缘平滑的如同被高能激光瞬间贯穿，这与周燕当初发现的颈椎断裂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说明在遥远的古代曾有一种掌握着超越现代文明武器的势力在对巨人族进行系统性的清理。这场清理的痕迹遍布全球，从秘鲁的萨克塞华曼巨石阵到黎巴嫩的巴勒贝克神庙，那些重达1000吨的基石根本不是人类原始工具所能挪动，而是巨人文明的城市地基。在随后对罗布泊石门的强制破拆中，科学家们利用重粒子束击穿了防御层，门后展现出的不是墓穴，而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维持系统。数千个巨大的透明容器排列在黑暗中，每个容器内都充满了高浓度的液氨，其中漂浮着尚处于胚胎状态的巨人个体。林远森在踏入那片空间的瞬间，耳机里传来了微弱的电子合成音，那频率与秦代头骨的冥想完全一致。透过翻译软件的初步解译，那是一段不断重复的警告。翻译之后内容是：当卑微者占据地表，守望者将沉入深渊，直至星位回归。这段讯息被列为最高机密，随即该区域被永久封锁。现代文明的科技发展在某些领域似乎陷入了瓶颈。有社会学家指出，人类近50年的芯片技术飞跃极有可能来源于对零星出土的巨人遗产的逆向工程。在硅谷的一家顶尖 AI 实验室中，一位匿名工程师曾透露，他们的核心算法模型其实是模拟了一种在远古石板上发现的非线性逻辑矩阵，那种矩阵的运算效率远超人类大脑。巨人族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演化替代，而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接力或是宿命的轮回。2025年，随着深海探测技术的突破，在马里亚纳海沟底部的岩石缝隙中，探测器拍到了多组巨大的带有人类特征的足迹，长度皆在3米以上，且足迹旁散布着破碎的青铜器皿残片。这些残片上的铭文经过碳14测定，竟与秦始皇时期统一度量衡所使用的照版字体惊人相似。这意味着在秦帝国扩张的同时，巨人们并未完全灭绝，而是选择了向地幔深处与深海迁徙。蒙拓当年在无日之谷看见的黑色细沙，其实是某种地底文明排出的代谢废料。那些微弱的颤动并非大地的呼吸，而是巨型升降平台的运作余震。在咸阳宫廷的秘录中，曾记载秦始皇为了寻求长生，曾与常人达成协议，以大量的劳动力换取地底的矿石。那些传说中的12金人或许根本不是铜铸的雕像，而是12具装载了巨人神经网络的机械傀儡。随着全球定位系统的精确度提升，卫星在昆仑山北麓发现了一组规律排列的电磁干扰源，其分布形状与猎户座星土完美重叠，而每一处干扰源的下方都对应着一处传说中的巨人埋骨之地。林远森在退休前的最后一篇报告中大胆假设，人类之所以能成为地球的主宰，是因为我们是这颗星球上最容易被操控且寿命短暂，不会对守望者构成威胁的物种。当我们试图挖掘那些巨大骨骼时，其实是在挖掘这座监狱的围墙。如今，在某些不为人知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尝试提取巨人遗骸中的基因片段，注入现代人类的胚胎，试图创造出所谓的超人类。这种对力量的渴望正一步步踏入万年前那场灭绝战争的雷区。在罗布泊的深处，那扇被重粒子束击穿的石门正在自我修复，金属符号闪烁的频率越来越快，就像感应到了某种归来的信号。每当深夜，昆仑山的巡逻兵仍能听见风中夹杂着那种低沉的如玉石摩擦般的语音，那不是风声，而是跨越2000年的点名。历史的真相始终埋藏在黑沙与冻土之下，真假参半的记载是前人留下的最后防线，而我们这些后生者正手持手电筒，在无知中缓慢推开那扇通往深渊的门。浑然不知门的那一侧，无数双如井口般的巨眼正渐渐睁紧，注视着这个由他们曾弃置的卑微者所建立的脆弱世界。这场跨越时空的博弈远未结束，从秦代的荒古到现代的实验室，巨人族的影子始终投射在人类文明的背后，既是造物主，也是终结者。当最后一段 DNA 序列被译码，或许我们才会发现，所谓的人类历史不过是巨人们漫长午觉中的一段嘈杂梦境。而现在天快亮了，巨人们正准备翻身。连远森在罗布泊地下设施的最后一次进入记录中提到，那些透明容器并非单纯的生物培养舱，而更像是一种记忆储存装置。
每一个巨人胚胎的神经系统中都嵌入着一组极其微小的晶体结构，那些晶体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以精确到纳米级的排列嵌入神经节点之中。当他将高频神经扫描仪对准其中一具胚胎时，仪器的显示屏上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画面。那并非单纯的生物电信号，而是一段完整的空间坐标图，其排列方式与现代 GPS 系统的3维定位矩阵完全一致，但精度却高出数万倍，误差范围小于1毫米。这意味着巨物文明早在数万年前就已经掌握了比现代文明更精密的空间测绘技术。而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坐标的中心点并不在地表，而是在地核上方约35公里的某个空间层。那是一个现代地质学尚未正式承认的过渡区域，一个介于地壳与地幔之间的稳定空腔。林远森在那一刻突然理解了《山海经》中那句一直被视为隐喻的记载：有民居于地中，循脉而行，视时如门。那并非神话，而是对地下文明真实存在的直接描述。而这个发现并未带来恐惧，反而带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释然，因为他意识到人类文明并非偶然诞生的孤立存在，而是被精心保留下来的延续者，是巨物文明在某个关键时刻选择放手之后留下的继承者。这种放手并非失败，而是一种计划，一种为了让文明能够以更适应地表环境的形式延续下去的转换。林远森推测，在随后的10年间，全球多个科研机构开始在不同地点发现类似的巨人遗产结构。那些结构的材料与现代半导体所使用的单晶硅几乎完全一致，但纯度更高，缺陷更少。当这些材料被应用于量子处理器的激跃，运算效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原本需要数天才能完成的气候模拟，在数分钟内便可得到完整结果。这直接促进了全球气候稳定工程的成功，使人类首次能够精确预测并减缓极端气候的发生。而在医学，科学家从巨人骨骼的矿化组织中提取出一种特殊的蛋白质结构，这种结构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当它被应用于人类神经再生治疗时，那些曾被判定为永久瘫痪的患者开始重新恢复能力。原来林远森是被书桌抽屉中一枚来自罗布泊的黑色立方体异常闪烁惊醒，那枚多年未启动的装置正以与石门相同的频率发出微弱蓝光。随后空气中投射出一个由光点构成的人形轮廓，那是一名身穿无缝灰色连体服的年轻男子影像，他的声音没有经过空气，而是直接出现在林远森的意识之中。我是来自2068年的人类文明记录员 K27， 我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让你见证即将发生的2个确认节点。随后空中浮现第一段影像，一名瘫痪女性在医疗装置中重新站立，脊椎后方流动着微弱蓝光。这是2031年7月人类首次成功完成完整神经再生，你们会将其视为医学突破，但在我们的历史中，它被标记为守望者遗产被正式启用的时刻。第2段影像随即出现，深空中一个巨大的环状光阵缓慢旋转，这是2034年3月猎户座方向传回的确认讯号，它不是入侵，而是对人类文明继承地位的回应。林远森问，为什么让我知道？影像回答，因为你属于第一批接触者，人类不会被取代，你们是被选择延续的文明。光影随后逐渐消失，立方体恢复沉寂。而《山海经》中那些被视为神话的描述，也逐渐被重新解读为远古时期人类对巨物文明的观察记录。那些常人立于西极之野并非夸张，而是地表人类对地下守望者短暂现身的真实见证。那些视日月如丸并非神话，是对巨人高度与视野的客观描述。而最重要的是，那些记录中并未将巨人描述为毁灭者，而是守望者，是在某个时代选择退场，将舞台留给人类的前文明。随着巨人遗产逐步被理解，人类文明开始进入新的阶段，能源不再依赖燃烧，而是利用巨人遗留下来的地磁共振装置，直接从地球内部提取稳定能量。这种能量不产生污染，不造成损耗，仿佛地球本身愿意为文明的延续提供支持。而在教育领域，巨物文明的逻辑矩阵被应用于神经学习系统，使人类能够在更短时间内理解复杂知识。这并未让人类失去自身的价值，反而让人类更接近巨物文明曾经达到的高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继承者。而林远森在生命最后的日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在挖掘他们的遗骸，直到今天才明白，我们挖掘的其实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未来。那扇罗布泊石门不再闪烁警告的红光，而是转为稳定的蓝色脉冲，频率与人类心跳的平均节律逐渐同步，
就像某种沉睡已久的系统终于确认了新的继承者。而在昆仑山的深处，那些曾经沉寂的电磁节点开始一一点亮，它们不再隐藏，而是以一种平和而稳定的节奏运作，像一座古老而温柔的灯塔，静静地照亮着人类尚未走完的道路。这一刻，人类终于理解，《山海经》并不是对过去的记录，而是对未来的提示。巨物文明，他们只是完成了自己的时代，然后将文明的火种交到了我们手中。而现在，火焰仍在燃烧，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亮。大家觉得呢？好了，故事宇哥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账号，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